不属于 MS 的人形机动兵器。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6集命运前夜下，型号 RCX7602 钢加农初期型，是由阿纳海姆电子公司为联邦军研发的人形机动兵器。该型兵器是基于已经服役的钢坦克初期型上开发而来，其主要改进的方向是将原来的履带机动方式改成了像人一样使用双足机动，并且还在脚底设置了推进器，以便适应在宇宙中进行作战，从而使得自身的作战范围不再局限于地面和殖民星环境，使得自身灵活性较钢坦克初期型有了较大改观。而内部的驾驶舱也发生了重大更改，成员由钢坦克初期型的2名缩减为1名，与吉翁的机动战士一样，进入驾驶舱的入口设置在了胸口位置，但没有自带升降机设备，这对在有重力的环境下出入机体时会有所不便。不过钢加农初期型在设计时考虑主要部署在宇宙，所以这个问题带来的影响不算很大。而驾驶员在进入驾驶舱后，观察外部环境将变成需要通过头部监视器来进行，这点与吉翁的机动战士相一致，都是通过内部的显示屏来观察外部环境。倒是头部上还设有2门60毫米口径的近防机炮，用来发挥近距离的防御功能，这一点与吉翁的机动战士产生了较大区别。除此之外，钢加农初期型还配有其他武装，相比原先的钢坦克初期型在手臂上安装武器的方式，钢加农初期型则对手臂部分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手腕结构，以手持的方式携带武器，但是没有选择像人一样的仿生手腕结构。可以明显看到其手腕结构是由3个相同规格的手指组合而成，与常规机械手的结构比较接近，但并不妨碍像吉翁的 MS 那样携带武器进行作战。为此量身配备了一把步枪供其使用，该枪结构与步兵人员使用的突击步枪差别不大，威力大致与钢坦克初期型手臂上的机炮相当，足够对 MBT 之类的装甲目标造成重大伤害。左手腕同样也携带了一个实体盾牌用于防御，防护性能虽然并不突出，但对同期吉翁 MS 携带的武器仍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不至于一下子就被对方打烂破防，而且自身机体仍有一层装甲板提供防护，因此在防护性能这一方面与吉翁的机动战士相比差距并不大。而在钢加农初期型的肩膀上还设有基座，可根据战斗需要选择安装不同的武器装备，默认安装的是加特林机炮和低后坐力加农炮，用来加强近距离的火力输出。多架机体依发齐射，可以对敌进行大范围的火力打击。不过由于低后坐力炮的膛压比较低，这就使得该炮输出的火力比较小，难以对吉翁投入的机动战士形成有效火力压制。其他的选用武装还有火箭弹发射槽，也是用来发挥火力打击作用，但打击范围要比无后坐力炮的要大，不过命中率较低。倘若要打击高速移动中的目标，其打击效果将难以保证。虽然火箭弹可以安装引导装置增加命中率，但是依然会被吉翁机动战士释放的米诺夫斯基粒子干扰化解，基本上现有的攻击手段很难压制对手占据优势。另一方面，钢加农初期型虽然改用了双足机动方式，但在动力源上并没有使用融合炉这样一个强力动力装置，因而整体的机动性能较吉翁的机动战士差了一大截，推进速度和航行距离表现都不在一个水平上。为此，联邦专门开发了一款运输舰，用来解决钢加农初期型远距离调动的问题，而这个运输舰便是皮萨罗级运输舰。该运输舰体型规模不算很大，从结构上看，皮萨罗级运输舰由舰桥、货舱和动力舱3个部分组成，其中货舱的空间可容纳12架钢加农初期型出击作战，并且在左右两侧给每一架机体都设置了单独的舱门，可在航行的途中随时开启，方便机体出击作战。其运作的模式与气垫艇搭载装甲单位进行登陆作战有些类似，不过皮萨罗级还兼具指挥舰功能，在完成钢加农初期型的投放以后，还需要指挥相关单位进行协调作战。虽然一般情况下都会保持与敌军的接触距离，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在舰体上下前后的位置共设置了4座炮台用于防卫，但整体火力不强，不足以对吉翁的机动战士造成威胁。在月球上的史密斯海这场战斗中，被吉翁的一架机动战士接连摧毁了舰桥和动力装置，最终坠落地面彻底摧毁。而摧毁联邦军皮萨罗级运输舰的机动战士，正是吉翁新开发的新型量产机动战士扎古1型，其型号为 MS-05。该型机体是在布谷的基础上经过简化改进而来，其改进的方向是降低了成本，
方便大量生产，形成规模，交付部队使用。与上一款机型布谷相比，机体的四肢上没有了动力管连接到后背的融合炉，这就使得扎古一型的机动性能较布谷有所下降，其性能大概回退到了原型机瓦夫的水平。然后就是扎古一型在造型上显得比较修长，没有布谷那么的粗壮，包括头部的造型也是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显著的特征就在嘴部位置，增加了一个比较突出的散热口，而驾驶舱的舱门进行了较大更改，其舱门上的双层结构十分明显，可见对驾驶员所在的驾驶舱防护进行了一定的加强。而配备的手持武器也发生了变化，常用的武器类型还是机枪，但款式与布谷使用的有了较大差别。显而易见的是，弹匣变成了圆鼓的造型，射速和威力上则没有什么差别，足够打爆联邦军的钢加农初期型。该枪在定型了以后，成为了吉翁 MS 的首款制式武器装备，很快就在吉翁军中普及使用。同期的制式装备还有巴祖卡火箭筒，该火箭筒一共有2种型号，分别为 A1 型和 A2 型火箭筒，而这2款火箭炮差别的地方在于 ，A1 型火箭筒需要临时从尾部进行装弹，A2 型火箭筒则使用的是3发装弹量的弹匣，其余的则没有什么不同。2款火箭筒输出的火力均十分强大，无论是打击机动战士还是宇宙战舰之类的大型目标，火箭筒输出的火力都能对其造成重大毁伤，彻底摧毁。最后的武器还有一把近战用的热能斧，此类武器最早在原型机瓦夫上时就着手开发，现在已经开发完毕。该武器在使用时，刀刃部分会产生类似电热效果来提升破坏力，从而方便扎古一型与敌方机动战士展开接近战时取得优势。不过此时作为对手的联邦军，批量装备的钢加农初期型并没有涉及到接近战，所以这方面的作战能力直接被吉翁单方面碾压，一旦被接近将毫无还手之力。而防御方面的装备，扎古一型继续沿用像布谷那样的手持实体盾牌，而且在不影响右手手持武器使用的情况下，还能选择在右肩上加装一个尖盾，提高防护能力，这样左右两侧极易遭到攻击的地方就得到了充分保护，从而提升了生存能力。到这里可以说，扎古一型的确是符合吉翁预期的成熟量产型机动战士装备，然而一开始投产后的产量其实并不高，所以开始阶段只能优先给精英驾驶员使用。在这其中，首批获得扎古一型的驾驶员就包括了夏亚阿兹纳布尔。此时他已经重返了吉翁，并如偿所愿得到了多兹鲁扎比的照应，成功进入吉翁军队，当上了机动战士的驾驶员。跟其他精英驾驶员一样，夏亚也选择了一款颜色作为自己的代表色，而这个代表色就是红色，所以他在军中的制服和使用机体的涂装都以红色作为基调。同时，为了保持自己的真实身份卡斯巴尔雷姆戴肯不被别人察觉，在人前仍会继续佩戴眼镜掩盖自己的瞳色。之后，夏亚便得到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前往月球帮助兰巴拉尔和黑色3连星拦截出逃的米诺夫斯基博士，也就是在月球的史密斯海这场战斗。由于夏亚的情报信息掌握的比较准确，与兰巴拉尔和黑色3连星会合之后，没多久就截住了正前往月面都市冯布朗的米诺夫斯基博士。此时，联邦军早已派遣铁骑兵中队前往接应米诺夫斯基博士，在得到米诺夫斯基博士随从的求救后，便赶往了史密斯海，与吉翁的机动战士展开了战斗。而在这场战斗中，夏亚首次展示了自己过人的驾驶技术，一上来就连续击破了联邦军数架宇宙战斗机，其动作看起来十分的干脆利落，完全不输于老手兰巴拉尔和黑色3连星，甚至驾驶技术水平还有所超出。不过这场战斗被称为黑色3连星的3名驾驶员驾驶紫黑涂装的扎古一型，以教科书般的方式展示了3人编制战斗小队的整个过程。该战斗小队的火力配置是2把机枪加1个火箭筒，通过相互配合，采取迂回、牵制和反复拉锯等战术与敌军展开交战，最终在兰巴拉尔的带领下，以少胜多，成功歼灭了联邦军12架钢加农初期型组成的铁骑中队。而在另一边的夏亚早已将搭载的皮萨罗级运输舰击毁。就这样，发生在月球上的第一场机动战士之间的战斗，就以吉翁0伤亡的方式取得压倒性胜利后结束。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月球史密斯海战斗发生期间，吉翁的基西利亚扎比也来到了月面都市格拉纳达。为了避免引人耳目，
在前往格拉纳达时对自己进行了乔装打扮，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面见格拉纳达市长，要求对方允许吉翁一部分军队进驻。结果在这之前，自己的手下在与格拉纳达市长接触时先走漏了风声，使得吉翁以格拉纳达为据点进攻联邦控制的月面都市冯布朗市的计划被格拉纳达市长知晓，因此断然拒绝了基西利亚扎比的要求。而基西利亚扎比对此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先处决了走漏风声的叛徒手下，接着再制造了格拉纳达市长等人的意外事故。在这之后，一切正如基西利亚扎比所透露的那样，也就是在 UC0078年10月24日这一天，吉翁自治共和国正式改制为吉翁公国，时任议长德金索多扎比由此担任首任吉翁公王，然后以公王的名义向联邦宣布完全独立，从此不受联邦政府节制。紧接着时间进入 UC0079年1月3日，吉翁公国便开始向联邦宣战。开战之后，基西利亚扎比便指挥旗下扎古一型部队向月面都市格拉纳达发起了进攻。可以看到基西利亚扎比部队的扎古一型，除了外观涂装有所不同之外，头部还多了一个突出的角，这个部分应该是天线，用来加强通讯能力。而机体其他部分的配置均与其他部队的扎古一型一样，没有差别。就在基西利亚部队完成了对月面都市格拉纳达的占领以后，便按照当初的计划向联邦控制的月面都市冯布朗市展开了进攻。就这样，这场影响人类历史命运进程的战争也由此走向了高潮。